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新晋潜水员哈，来自 Into One 的高星辰，跟大家打个招呼吧。大家好，我是 Into One 高星辰，然后今天就特别高兴来这里。那其实提到潜水，提到我们的海洋保护，其实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先成为一个潜水员才能下去。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小九，这2天据说是刚刚考出来潜水证是吗？就是为了种珊瑚才来潜水所以就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喜欢这个关于公益的海洋公益的活动。对，就是本来我就是很喜欢游泳了，然后我听说我有机会能来到这里潜水种珊瑚，我就特别激动。那这个春节是怎么过的？吃饭，睡觉，放松的，就是让自己感觉是非常放松的状态，然后再休息一下。那小九，你因为昨天聊了一下，就是你比较喜欢游泳啊这些运动，那之前去海里游泳的时候，对珊瑚关注的多吗？就是我是关注的，但是我也还没有那么多的了解。就是我听说以前就是不是以前到现在大概30年里，就是有很多，比如说大概50%，就珊瑚就是死亡了，是的，消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比较大的问题。对，是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边呢会有4道问题给大家来看一下。那么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一下小九，珊瑚是不是植物？问我，珊瑚是不是植物？对我来说，我听说，珊瑚它也有想法和感觉。哇哦，这真的知道？这个是听说的，但是我真的不确定它是什么，但是我猜是一种动物吧。我觉得它是植物吗？大家觉得是动物还是植物？来，我觉得是动物。我们直播间的粉丝宝宝，就是珊瑚它到底是动物还是植物呢？实际上珊瑚呢，从分类学上来讲，它是动物。动物啊？对，但是它有植物的特性，就是因为它长在海底，就像植物一样，慢慢的生长，然后呢，也会像植物发芽、生长出叶子一样，它会生长出来，然后分叉。所以呢，它非常像植物，而且呢，它也靠光合作用，因为呢，它体内呢是有共生的藻类，这个藻类是植物的，所以呢，它通过藻类的光合作用呢，让藻类给它提供能量和营养，所以呢，它是有一定的植物特性的，但它实际上分类学上是个动物。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第2道问题，海底的珊瑚礁是不是全部都由珊瑚来组成的呢？小九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其实从我们的惯性思维哈，珊瑚礁肯定是一大片珊瑚，对。那我觉得珊瑚礁应该就是全部都是由珊瑚吧？小九你觉得呢？我也觉得。这样呢？我们让你的粉丝宝宝来看一下。对，我觉得是。帮一下小九好不好？我觉得是。到底是不是？他还有我看到有一个叫 A 奈的说不全是，这个问题回答得很巧妙。对，可能有一些是，有一些不是。有些是，有些不是。对，你觉得大部分应该是珊瑚吗？还是说会夹杂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大部分就是珊瑚吧。还会有其他的吗？可能吧。可能有。那请张博士解答一下，珊瑚礁是不是全部都由珊瑚来组成的？从这个名字上来说，它叫珊瑚礁了，那就决定了呢，肯定是珊瑚是构成它的一个主体之一。那么从另一方面来说，就是它珊瑚的骨骼和周边碎落在它周边的这些贝壳的，还甚至有这个造礁的一个珊瑚藻类，它也能形成碳酸钙的骨骼。那么这些呢，它都能够去把它的骨骼留下来，然后呢形成碳酸钙，甚至我们说的软珊瑚，就是我们在水下看到软软的、很漂亮的那种，它的也有碳酸钙的骨针，所以呢那些的话它也能成礁，它只是成礁非常慢，它不作为主体，但是它也是成为珊瑚礁的一部分，中间还夹杂着其他生物的这些骨骼啊，还有它们那些其他的这种像。包括我说的贝壳，死掉的贝壳啊，还有包括那些钙化的藻类啊，这些东西呢，它都掺杂在一起，最后形成了那种硬的一个礁石。了解。所以刚才直播间有个宝宝说它是，但是它也不全是，这个其实也是对的，对吗？你的粉丝宝宝都好聪明哦。对啊，比我聪明。来，我们看下一道问题是：珊瑚在海底生长的过程当中，会因为争夺生存空间而打群架吗？他们能打架吗？
来，小九，所以来你要考虑考虑哦你要考虑一下。有一点奇怪的我们表情。3轮的奖品能不能正常发出去，就靠小九打架呀对，而不打群架。珊瑚打架，打群架，我嗯，因为我除了它会被那个水流摆动飘飘的，我就不觉得他们会打群架吧。因为你觉得它好像，因为我们像潜水楼看到，就是每一株珊瑚它好像都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对啊然后呢，软珊瑚可能看到比较少一点哈，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它像一株植物一样，它是不会动的。对，那它到底能打架吗？能这个我吗好像也有点这个太有意思了。来看一下，很多粉丝都说会的哦，感觉会的，哇，都说会耶，都说会耶。怎么打呢？那它有另外自己的方式来打架，就是珊瑚我们当时现在常看到的都拍的都是硬质的，但实际上到晚上的话，有一些珊瑚的触手会伸出来，会伸很长，能伸到20-30公分这么长，就是20-30厘米，它在周围飘来飘。对，它的触手会伸很长。那它的触手呢，就是带有刺细胞的，因为珊瑚属于刺细胞动物。然后呢，它这个刺细胞就会把周边的珊瑚去打掉，它就拿它的这个触手呢去把所以我可以飘来飘去的时这样理解吗？就候把是比如说，小九是一株珊瑚，博士是一株珊瑚，我是一株珊瑚。对本来我们仨在那个珊瑚礁上，就是谁都不管谁。忽然间到了晚上晚上的时候，我就对，然后我们就开始伸出一只手，我打你一下，我再没错打你一下，对我们，它就可能还会互是伸出手相打，对，吧它？不会动，但是呢，它打掉，为什么要会打架呢？因为它把它旁边的珊瑚打死以后呢，我的组织就能长过去了，我就能长得更大，要不然的话，我们就互相挤在一起，谁都长不大。现那我空间只是看谁能打得更厉害，然后那我们谁就可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可能到了晚上，我们不一定能打过小九，因为他身后的粉丝群里，没有这些珊瑚宝宝都太强大了，对，全部都会打过来。打掉吗？它不是说打掉，它是它的触手伸出去呢，它触手碰触的地方呢，就会它那个旁边珊瑚的组织就会死掉，就会。它这要时间很长，就是它今天碰一碰，明天碰一碰，然后你就看过2天到3天，另外一个珊瑚它就组织发白，然后它会组织死掉。它就是通过这种方式去把别的珊瑚打。太有意思了。好，再来看一下问题4。珊瑚由于海水环境发生恶性变化而死亡，但是呢，当海水环境恢复到适宜生长的时候，就可以死而复生。这个是真的吗？我觉得，按人来说，偷偷看一下。按人来说，如果我们就是有一些人走了，他们就不不会会再回来。对，所以我觉得他们就不会，也不会吧，因为它不是植物嘛，所以它是动物，所以我觉得它的生命也是跟人一样吧。我想请一下博士给我们解答一下啊。好，假如我们说的珊瑚呢，死亡是它整个个体都死掉，那就叫它珊瑚死亡。如果它死了大部分，哪怕只剩这么一小只还活着的话呢，我们一般记为它是部分死亡，它不是全部死亡。如果是部分死亡的话呢，在环境合适的情况下，它会长回来，就是环境合适了，然后也没有敌害，然后呢，它会慢慢逐渐生长，再长回来，然后长得更大也有可能。但是当它死亡，我们就说全部都死了，整个个体都死了，它就不可能再活回来了，只有可能说是有新生的珊瑚的幼体嘣落在这上面，它逐渐在生长，在表面再生长，但这个个体跟原来的没有关系了，它只是。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不会。我觉得今天的这4道问题哦，不仅仅是小九答出来的，还有你的粉丝宝宝，所以大家给自己一点掌声，好不好？真的很棒很棒。小九有粉丝问不冷吗？还好，我习惯了，这几天一直在这里。对，然后也请小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2天潜水的一些感受。首先哦，我特别怎么说，感受到里面水，就是在潜水的时候，我觉得下面是不同的世界，真的就是跟我们上面走一走，就是行走的时候一点都不一样，是完全不一样。然后下面我就看到了很多鱼，比如说那个昨天我潜水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个狮子鱼，特别漂亮，就是长这么大，是，然后就是，而且它的四周是会张开的，对，很像珊瑚在它身上一样，特别好看。然后就看到那个怎么说来着，那个白色，然后就咚咚，跟那个水母，对，
你看到那么多，这两个都有5只、5、6只。那这2个你都要小心，都有毒。但是我不能靠近它，不能靠近，因为它有毒的。对，是。小九，你可以按照你自己的理解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可以啊，我就可以直接排。可以直接排。你觉得第一个是哪个？我觉得肯定是那个二氧那个 CO2，对，这个是吧？那我就先帮你放上去，好吧？可以。好，我怕错，没有问题。如果大家觉得小九的这个，我们直播间的老铁们啊，如果大家觉得小九的这个顺序有问题，及时在直播间里面帮助我，帮助我，对。然后呢，因为二氧化碳多了，肯定全世界会变暖，更热，有吗？哇，真的有！哇，这个有。气温升高，全球变暖。这个我学过。你看，你直播间我们很多你的粉丝老铁都在说相信小九，还有人说对你来说会不会有点太难了？没有，你要相信小九，现在已经是拍地的全球认证的潜水员了，好吗？他已经拿到执照了。我努力。我不好意思，我看一下。来，好的。小九的逻辑是因为我们二氧化碳的这个排量，然后我觉得应该给小九一个特写，因为他真的很纠结关于这个。然后，我觉得是海洋生态环境恶化。先是排放过量，然后是气候过暖，对，然后就海洋被影响了，哦，这个是应该是对。下一个来，应该是海洋生态的环境恶化。然后呢，因为海洋的环境变不好了，我觉得是珊瑚白化致死亡。这个逻辑，对，我觉得它很有逻辑性哎。为什么呢？我觉得因为海洋就是珊瑚的家，对吧？是。如果它的家变不好了，它也变不好。OK， 所以先从海洋环境一直影响到珊瑚之后呢？然后肯定鱼会被影响。哎，它这个排序还真的是挺有逻辑的。海鱼是。对。哎，不是，是这个。对吗？对，是这个。可能是。来。因为这个就是人了，我们直播间的海边的人，对，然后最后因为海边也有人就是住在工作嘛，所以我觉得最后是我们人会被影响的，所以从气候影响到海洋，从海洋影响到珊瑚，珊瑚影响到鱼类，最后鱼到人，来影响到人类。好，我来看一下，我觉得是这样排了，我也不确定。他的这一个逻辑对吗？恭喜你，全部答对，都答对了，是吗？很厉害。其实如果从我的角度，我可能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全球变暖，但是我觉得小九的思维还是蛮对的，是怎么样全球变暖？是因为我们二氧化碳的过量排放。对，因为它不可以突然变热变暖嘛，是的，它要有原因。是的，没错。你可以打开。好，现在就拍吗？可以啊，可以，你可以演示一下，然后教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怎么样？哇！你这样，你要再这样撩头发，大家都受不了了。没有，因为风太大了。它真的好可爱。好的，要拍视频的吧？是啊，你可以拍视频。好的。你可以拍一个视频，这个是作为福利啊，作为福利给大家。然后等下你可以等一下，你可以把你这个画面给我们直播间的粉丝来看一下。好的。我拍完了。好，你可以拿在手上，那个我们这边的机位可以拍。再拍一遍。再拍一遍可以。很快。然后我们也可以，对，我们也可以一起来用这个珊瑚模表，然后去拍一段非常可爱的这个微笑珊瑚啊！天哪，你们知道？可以了。这么近距离的去看到，小九真的好可爱。来，大家能看清吗？我看一下，镜头切过来是可以看清的吗？看到吗？应该看得到吧？哎，应该看得到，看到了。这个是小九要聊一些关于珊瑚白化的一些问题。那小九，你这2天在潜水的时候看到珊瑚的颜色，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的，因为白色是有生病或者死亡的吧。这边的地方我潜水下去就看到的，我觉得几乎没有。所以我觉得潜水这一次就特别深刻，印象很深刻。对，因为如果看到太多白色的话，会有一点
心疼。是的。对，所以我觉得这边的环境比较好。那我想问一下小九一些问题，就是你能想到的，在日常生活里，你怎么样去做它是环保的一些行为？我其实我也不是特别清楚。但是呢，我就是开始慢慢了解这个事情。我就有一些慢慢就是，比如说用的东西或者吃的东西。要比较对，不要浪费，然后要对环境比较好。比较好。我特别想问一下小九，就是你之前种过珊瑚吗？没有，就为了珊瑚，所以我才考潜水。所以你之前想过珊瑚还可以靠自己这样去种出来？我没有，就是我以前不知道，因为我怕，就是我知道它很敏感，所以我没有想到我们可以种它，因为我以为。就是只碰它，它就会死掉其实等下呢，我们会有一个水下直播的部分，就是小九会直接穿戴好他的潜水装备，然后进入到水下，给大家去看一下海底世界的神奇。对了，大家介绍一下吧。它这个是我们要种的，大概一般是在5到10公分左右的一个长度。那我们待会儿的话会把这个绑到下面，它会逐渐的从这一只呢就逐渐生长大，大概到3年到4年左右就会长到大概20到30公分。所以呢，到时候就可以回来看。过2到3年以后，你看它会长到多大？对，它的这个珊瑚会长得更大一点。对。然后等下在水下种植珊瑚的一些部分，博士可能会跟小九好好的去讲解一下这个过程。对。那你们2位要去换装备了吗？是的，我要把这个先放一边。可以先准备装备。然后准备装备的话，因为博士和小九现在你可以去换衣服了。OK， 好的。好，我们可以。你们想不想看穿好潜水服的小九？好帅气啊，很阳光。来，小九，我们到这边来穿装备，好不好？对。好 ，OK， 你可以穿好了过来。备好了吗 ？OK。他很仔细，很专业，很仔细。他把每一步都做的，就是一直要让自己做到非常完善、非常完美的状态。我来了。来，正式的潜水员小九正式上线，很帅吧？很帅吧？我来了啊！有点重，这个不是有点重，是非常重，是非常重。我可以对，而且今天大家看到我们在船上有点浪，然后等下在水下可能也会有一些流。因为刚才我跟粉丝已经讲了，就是昨天刚拿到潜水证，今天要种植珊瑚，对你来讲是挑战还是挺大的。是的。大家对小九有信心吗？我把手机拿来看看大家是怎么给你加油的。好。他说宝贝可爱死了。然后还有说要注意安全。好的。说你像背个大书包的宝宝。等下珊瑚宝宝旁边就会有一个单独的名牌种植在旁边，大家能看清楚吗？你们如果有机会到蜈支洲的话，可以一起来打卡一下，说不定就可以真的种一株珊瑚在小九珊瑚旁边啊。这里。不用担心，等下下降的时候就按照调节你的耳压，因为今天有浪嘛，可能下面会有一点流。现在能下了吗？有点重。现在有点重。OK， 可以下了。好了，我们现在其实可以切这个机位了，然后直播间可以一起给这个小九加油喽！漂亮，太帅了。珊瑚拿了是吧？没拿。他是没有拿吗？拿了一株吗？但是他在对我们招手啊。他在说什么？让他们送过去吗？珊瑚是咱们船上有穿着潜水服的吗？对，找个教练送过去也行。太激动了，种珊瑚，珊瑚没拿，珊瑚不拿就种高清晨，好可爱。我觉得这个等下要上热搜了。你是不是觉得少了点什么？小九是1周5天都健身的孩子，所以就是对他来讲，我觉得也难也不难，因为他真的很聪明。你看他就对于所有
有这个海洋保育的一些逻辑的理解，还有他对于就是学习潜水的这个过程来讲，就是我真的觉得他很聪明的，就是他可以很好的去 get 到教练所教的那些点。小九他在潜水的时候，从一个专业潜水员的角度去看他潜水的一些姿态，还是很专业的啊。虽然珊瑚，你看，博士用手去转动了一下，你看到他们在水下嘛？虽然我刚才说虽然是不能讲话的，但是他们现在是可以非常好的去弄到一个手势，打一个 OK 就可以了。你看小九现在也是用到 冲击钻，然后把它钻进去。其实他在操作这个电钻的时候还是有一点困难的，因为首先你要克服水流，再有就是你要克服到的是它这个钻啊，你要用力的往下去压，看到吗？要用力的往下面去压。小九刚才去打进去，然后现在 博士去辅助一下，因为它下面的那个床还是真的挺硬的、挺重的，要靠一点力量才能把它种下去。好，现在是小九来操作了，把它压下去，要用一点力量才能把它打下去，用力，小九加油！ OK， 打好一个洞了。打好洞之后，现在它们的深度大概应该有10米左右的这样一个深度吧。好，现在是由小九亲自的去把这个钢钉扎下去。水里的电钻跟陆上感觉不太一样吧？是有点不同啊哈，是因为在 陆地上呢有很多的劲儿，你是可以使上的，你是可以用上的。但是在水下呢，你看，即便是他用这个配重去砸这根钉子的时候，他都要花更多的力量去对抗一下海底水流的阻力。这是他平时健身的作用就发挥出来了，但是他可能 也要抵抗很多水流的一些压力，就是它要使出比陆地上更多的这些力量才可以。当话很多的小九不能说话时，你们有机会可以跟他一起来潜水，然后你就会发现，你们在水下可能更多的是用手势。
现一点啊，就是小九在水里面还是很稳的，它没有出现上下漂浮的状态。看到吗？它没有出现上下漂浮的状态，它是很稳的停留在这个地方。这个就是我刚才提到它需要克服的困难之一，就是它要很好的去保证到它的中性浮力。这一点作为一个新手的潜水员来讲，小九做到的还是非常优秀的。因为刚才他下去之前，我会比较担心一点它的中性浮力可能会让它在有浪有流的这个位置会比较大的去干扰它的这些因素。但是今天看来，小九的表现还是超出于很多新手的范畴。聪明的，不用客气，因为他真的很可爱。我刚才说你们应该真的很羡慕我，因为他坐在我旁边做那个很可爱表情的时候，你知道他脸上那个苹果肌，就一看就是特别可爱。这个海底的流给大家解释一下是什么样的，就是我们在陆地的时候，我们都说体重比较轻的人容易被比较大的风吹走，那在海底也是一样的。因为小九他身材保持也比较好的哈，在海底的时候，他也会有比较大的水流，就相当于我们在陆地上吹的风，所以他又要克服水流，又要克服他新手还没有对中性浮力保持的比较好的这种技能，却要去种植一株珊瑚，这个对他来讲是比较难的。Hello， 我来帮你们拿装备。小九，你的装备可以给到我。OK， 慢一点，不着急。其实锤子也忘拿了。是，下面人在讲，他们说锤子忘拿了，电钻忘拿了。都讲你的，哎，先把这个，对，先把衣服穿上。你把头发先擦一擦，别感冒了。我给你放在头上。有大的浴巾吗？没关系，没关系，对，你可以擦一下，别感冒了。大家说你在水下还是很好辨识，因为你的头发很长，比较好找你。对你把它浴巾盖在腿上，等会儿我让他再给你拿一个干的，把头发擦干。对，坐吧。
这个我们潜水上来，对对对，是很好用。大家都说不要感冒了，不会，别感冒了。谢谢大家。大家都说你的表现很棒，因为刚才我还比较担心一点，就是不用，一是我会担心流比较大，然后你潜水的姿态非常的专业，没有。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在种植的环节，我想请博士解答一下，就是先给小九今天的表现打个分吧。我来帮你打99分吧。99分，哇，少1分，那么厉害，发他骄傲是吧？那就是我看到你们在种植的时候，好像。第一次你把那个电钻拿下去，好像还有点吃力，对吗？对，因为那个我有一点打不动。对。那是我的理解是在水下它会有一些跟水流对抗的这个力量吗？我觉得有，但是主要是就是我刚学嘛，3、4天，然后今天对我来说就是水流对比较大，然后就有一点难控制，就是要在那里飘。但是中性福利哈，但是你们知道吗？我在刚才的画面里去看，我还跟直播间的粉丝在分享，我在画面里去看你很稳，没有，画面拍出来的你在种植的时候很稳。是吗？就是给大家解释一下中性福利，就是打个比方，我们要在这个位置去把珊瑚种下去，如果水流大的话，比如说。小九他在游过来了，他本来想在这里种植珊瑚，但如果他不稳的话，他可能被吹到其他地方去。对，但是我在画面里看到你的操作还是很稳的。那他其他的一些流程，博士觉得他做的怎么样？除了打钻那一点呢，就是因为是新学的，都会有遇上这个问题，就是你往下用力的话，你的浮力就会变大，就是你往下用力，你自己就飘起来。所以这一点就是为什么小九说。那一个点，打钻的时候会比较难，是一般我们都会找到旁边有个石头啊，或者有个什么比较好抓的东西抓住，然后这样用力的话就比较好钻一些。我什么都不敢碰，我怕那个珊瑚。他的这个保护的这个意识还是非常非常强的。那因为今天呢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日子嘛，是中国的元宵佳节。那在元宵节种了一株珊瑚。小九，你的感受怎么样？感动，因为我觉得这种的项目嘛比较深刻，然后就很重要，因为我们也不是天天能种珊瑚嘛，所以对我来说就特别有意义，特别有意思。然后就怎么说？因为因为珊瑚它很敏感，然后就我们做什么其实就是跟他们有很大的关系的，所以我真的希望。不管是什么时候，希望大家会好好想到他们，然后就跟我们一起保护他们。其实，首先谢谢博士今天讲解了很多很专业的知识，然后还有人说其实很想让小九唱歌。哇，那个什么歌？可以随便唱2句吧。这个是我们脚本外的，我想一想，福利吗？那我唱过那个能唱，什么都能唱吧。可我找不到你，我好想你，我没有办法。我们也曾是对方唯一的希望，现在谁又代替我出场？差不多吧。哇哦，好棒啊，好棒啊！我真的觉得近距离去感受到这个小九真的是很可爱。昨天我们在对脚本的时候，他很腼腆，你知道吗？然后今天在跟我们讲潜水的时候，就是滔滔不绝，就觉得真的大家都说好听好听好听。谢谢。首先呢，就是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我们 Into One。然后今天因为我来这个项目，我其实真的特别感动，因为对我来说就是很深刻。这个项目就是对我来说真的很有意义，所以呢，我希望大家会就是多多关注海洋知识，或者可以来这里3亚，然后去学习潜水，是的，然后就来看一下珊瑚。所以我希望未来的时候大家也多多关注珊瑚的健康吧。是，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到这喽，谢谢大家的陪伴，谢谢，拜拜，元宵节快乐，再见，元宵节快乐，拜拜。那么今天。
天真的是很难忘的一个元宵节。其实我们不仅仅给大家，你看到有很多的那个。在蜈支洲岛有很多游客，他们很热闹，对，很热闹，就是很热